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 NC 小叶。今天这部影片要来跟大家谈谈 BF 新推出的一个模式，叫做禁区冲突 Red Sec。这个模式是完全免费的，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那里面包含的两种模式，一个呢是经典的大逃杀模式，另外一个则是全新的障碍路线。那今天这部影片就是要来跟大家讲讲这几个模式的好与坏，以及我个人推不推荐，还有我对它的一些想法。那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也是一样老样子，先让我们进行一小段工商服务时间。LEGO Fast 是一款不论平台、不论区域，任何人都可以轻松使用的游戏加速器。不仅支援的游戏众多，在各平台上面有超过2000多款的游戏可以供各位选择。LEGO Fast 更透过自家的全球伺服器与节点，不单单减少不必要的传输绕道，减少延迟，更可以让最重要的游戏风暴顺畅收发。不管你是 PS、Xbox、PC 或者是行动装置。LEGO Fast 都可以帮助你在团战爬分时拥有更稳定也更顺畅的游戏体验。那除了上面提到的基本功能 ，LEGO Fast 加速器也分别为了不同的游戏建置了许多不同的小工具。对于现在在市场上有极高声量的《战地风云6》来说 ，LEGO Fast 不止内建了安全启动 TPM 2.0 的检测与快速启用辅助，还有之前游戏测试时许多玩家因为电脑的设定不全而可能遭遇到的 Interception、反作弊等错误问题的快速修复工具。而且，由于这一次《战地风云6》推出的大逃杀模式跟游戏本体在 Steam 上面是不同的程式，如果你找不到在哪里下载的话，也可以透过 LEGO Fast 直接启动游戏，游戏就会自动帮你抓取《战地风云6》大逃杀的游戏模式了。而对于想要在特定区域游玩的玩家，地理过滤器工具更可以让你轻松将自己的配对区域限定在期望的地区，让你不管是想跟美国、英国，甚至是住在南极的朋友，都可以轻松无负担的配对游玩。其他还有更多更方便有用的小工具，随时支持着大家的游戏体验。现在就透过我的链接下载 LEGO Fast 来体验最流畅且最精彩的游戏体验吧。LEGO Fast 也同步支援 Battlefield 6的连线最佳化。各位如果在尝试过后觉得不错，也可以在购买会籍时输入我的专属折扣码 NC， 这样就可以再额外获得7折的优惠哦。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正片时间。战地风云的大逃杀，如果一开始你有看我的直播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对于它的评价其实并没有到非常好，包含游戏里面出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啊，让我们觉得有点烦躁。但是随着我自己游玩的时间更加深入，更了解这个游戏模式之后，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小心的陷在这个游戏里面了。转眼一看，看自己的直播记录时间也10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等一下就来讲一下这个战地风云的大逃杀到底有哪些好的部分是吸引我，让我可以一直留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好的点呢，是它更倾向于传统的大逃杀。大逃杀这个游戏模式发展到现在也有好几个年头了，市场上面呢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竞品，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玩法比较花里胡哨的大逃杀模式。而战地风云呢，在这方面则是回归比较传统，由于整体角色的机动性比较低，所以玩家在场上更需要注意圈位，还有之后预测圈里面哪些是所谓的 power position， 就是比较强的这些站点位置，以战地特有的兵种系统做配合，就是小队之间的兵种联合，想办法取得优势的位置，才可以在接下来的对枪里面有比较多的一面。而这边所讲的这种圈位第一的打法跟其他的大逃杀又不太一样，它是真的很像 PUBG 早期那样可以做伏地魔，就看起来什么都没有的荒野，但是如果你找的角度对的话，敌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发现你。这也造成了战地风云大逃杀在中圈决赛圈的时候戏剧性会非常非常的高，如果可以巧妙利用这些比较长的一些地板的草丛或是各式各样的声音还有道具的话，反而可以在中局的时候1打多或是打出惊为天人的逆转，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种游戏风格跟模式的。再下来呢，我觉得好的点大概就是地图破坏了，虽然目前我对于战地大逃杀的地图整体来说还是觉得偏空旷啦，有很多地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啊，那个刚刚讲的有杂草可以躲的地方也是你圈要刚好收在那边才可以。但是呢，这一次战地风云有把地图破坏做进大逃杀里面，最直接性的体验到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当一群人4个归在房子里面的时候，你可以利用场内可以捡到的空袭轰炸，直接把整个房子夷为平地，所有人也会全部死在里面哦。小车来了，靠！有没有开高尔夫球车？对120-150有标到小弟里面。捞1T了，我轰炸给他了。只要不要有人从这里打我就没事。老哥啊，我又没假。小队见面，进来捡，来，屌了。
这个的确呢是只有在战地风云的大逃杀里面才可以体会到的好处。一方面让进攻有更多的可能性，一方面也不会让龟仔过于强势。那最后一个我想提的好处就是武器的多样性。虽然战地风云也有把之前 COD 的自定武器空投拿进来，就你可以透过这个空投拿自己配好的枪，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武器的多样性还是蛮够的。地上的枪支其实也不一定比自定的武器要弱上多少，整体来说还是打得动的。而且比起武器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根据你手上有的配件、装备还有道具去选择更有利的战斗场景跟位置，这一点才是赢下整场大逃杀最关键的一个点。那以上这几个大概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好的部分，那其他可能有的没讲，就是我觉得还 OK， 也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我就不会特别讲。那接下来就是讲一下我觉得战地风云大逃杀目前很不 OK 的地方，我自己觉得不 OK 的地方啦。首先第一个是载具啊，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人在这种只有一条命甚至是复活非常有限的模式里面加坦克载具进来啊，而要取得这个载具，虽然说要解任务拿到载具钥匙卡才可以开，但是这个任务其实也没有多难。如果各位自己有去玩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坦克的这个任务其实并没有多难。我自己在实况直播的时候就有遇到一整队自己开着2台坦克1台那个有枪的吉普车在路上在那边大杀四方，大家都拿他没办法啊。那虽然你说工兵有那个破坏技能啊，打到他会瘫痪8秒，但是因为这是大逃杀游戏模式，除了工兵的技能自带的2桶火箭筒之外，你在线上看到的各式对空对地载具的那些火箭筒全部都是要用捡的。所以如果刚好你这队还在发展，还没有办法解任务，还没有办法拿反载具的话，2台坦克冲过来，你基本上是必死无疑，你是一点手段都没有。虽然我知道载具在战地风云里面其实有着一定的地位跟特色在，但是我认为这方面可能我也不会说要全部拔除啦，就可能还是需要做一点调整或者是 nerf 之类的问题，不然载具在中间其实真的很强势哦。如果你有什么载具破歌，那4个人都是，那开4台坦克在中间，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玩哦。我不知道是在玩大逃杀游戏还是在玩坦克大战哦。再来下一个我觉得很不好的点就是目前的资源分配的问题。目前如果你在战地风云大逃杀里面，你想要打得激进一点，你想要找人去打架，你想要秀自己的枪法或者是累积这个击杀数的话，很快就会发生一阵问题，就是你的甲超级不够用。目前游戏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在甲片或者是枪支武器这方面的资源其实给的蛮吝啬的，有的时候你冲进一间房子，可能逛了3、4间房间之后，你是一把枪都拿不到，一片甲都没有。而且由于整体大家拿到的甲都蛮少的，如果你跟敌方的人员交战，可能2、3轮对枪，就是他把自己的甲用完，你也把自己的甲用完，最后你把他干掉，你成功赢下他了，然后他会一片甲都没掉。当然我不确定是不是有队友偷偷把他吸走了，对，因为有时候我受伤，我自己是先补甲，但是蛮多时候我打赢敌人可能就一片甲或是没有甲，就最后就整个资源的耗尽，然后死在已经先在圈内架好位置的队伍手上。就这点我觉得比较不 OK 啦，甲片这种东西，资源类型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多给一点，因为目前战地风云大逃杀里面补甲的速度其实也蛮慢的，就算你全身满甲，补甲速度慢的话，被抓到破口还是没有机会全部补，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吝啬给这种甲片的资源。然后再来就是子弹的部分啊，我实在想要抱怨一下，他那个支援兵丢那个弹药枪拿子弹的速度真是有够妖兽慢的，还是可以加快一点点啦。不过这个小问题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还有这个点我比较不喜欢。那以上差不多是大逃杀的部分，接下来讲一下另外一个模式，叫做障碍路线的模式。那障碍路线这个模式算是禁区冲突里面的一个小惊喜。一开始也是抱持着小小疑惑的心情去玩，就没想到非常非常好玩。那这个障碍路线是属于一种锦标赛的模式，就是每一个阶段呢，它都会淘汰2队，就最后2队会被淘汰，就有点像赛车的拉力赛那样子，最后2名被淘汰，最后2名被淘汰，直到最后只有2队一起单挑。那它好的点在哪里？在好的点是在它的交战其实蛮密集的，而且非常的刺激，尤其在于每一回合最后1分钟的时候会给出双倍积分的时间点，就最后的红利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不管你做什么，点数都是双倍。那就是如果你不想被淘汰，就要尽可能的把握最后这1分钟。然后再来呢，它就是非常小队取向，尤其它是4人1组，然后最一开始有8组在打嘛，你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所以这个模式非常吃重小队之间的配合。由于它不像大逃杀它是可以重生的，就算小队被歼灭也是可以重生的。所以怎么样长时间稳定的维持一个小队的阵型，并且持续输出、持续得分，就变得非常重要。不会像大逃杀说，可能你队友被偷掉，你这一队就是劣势这样子。
所以很考验小队之间的配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点。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表演性质非常非常高。我自己在玩这个模式的时候，实况直播的时候，就出现过很多是精彩超车或者是少打多之类的情形。当然大逃杀也是有，但是大逃杀这个就比较偏中圈的时候才会有的不确定性。但这个锦标赛模式每一场都是在争不要做最后2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表演性质非常非常的高。在实况开台主播在玩的时候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模式。那当然要讲完好的就必须要讲坏的，它坏的地方也是有。首先第一个点就这个模式孤狼基本上是吃屎，对，你没有听错，因为由于上面那个好处是小队取向嘛，也就意味着孤狼如果你配3个路人，基本上你是必死无疑。想要争第一，想要打到最后的队伍一定都是4排起跳，孤狼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模式里面有什么样表现的，除非就是你真的很刚好就是遇到其他队也都是孤狼，或是你自己一个人扛得起整个4人小队的话，那当然没话说。但是就整体普遍情况来看的话，孤狼应该是很不适合这个模式的。那再下来另外一个坏的点，大概就是我对于它目前里面模式锦标赛模式的有一点小小的担忧，因为它目前是比较像那种运动会，你知道吗？就是每一回合有不同的项目，然后大家在这些项目里面得分，避免成为最后2名。那目前看起来是还好，但如果后续更新的话，一直没有新增所谓的每回合的新模式。目前可能里面就有淘汰赛啊，或者是踩格子之类各式各样不同的游戏模式。如果后续的更新并没有持续的加入新模式的话，这个模式应该很快就会让人家感到有点腻了。目前我玩到现在蛮多场了，对于里面各式各样的目标也都蛮熟悉的。如果后续更新不给力的话，应该很快模式会有点凉凉，这是一个担忧的点啊。那坏的地方没有太多要讲的就这个模式整体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玩的。所以坏的部分大概就先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我自己小小总结一下，各位该不该去尝试这些模式。由于禁区冲突呢是免费的，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对这个模式有疑虑，或者对这里面的东西想要知道人家的想法的话，我觉得百闻不如一见啊，还是自己去体验一下，最可以直接的直观了解到这些游戏模式或者是对枪手感合不合乎你的胃口。个人认为这一次禁区冲突里面的这些游戏模式都有一定的潜力在，也有一定的客群在，但可能就会比较吃重喜欢小队配合的，或是比较吃重喜欢对枪的人。如果你完全不喜欢对枪，也不喜欢小队配合的话，可能就不会很适合这样的路线，也不会很适合这个大逃杀。因为大逃杀虽然就是说比较偏近传统啊，你真的可以只杀一个人赢，但最后你还是得杀人。所以如果你完全不喜欢对枪的话，可能就不是很适合这个模式它没有办法像本体多人一样，在一个角落打破炮，或者在一个角落修坦克，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枪支对枪。好啦，那以上差不多是我对于这一次2个冲突禁区里面的模式的一些简短的评论。最后也自己宣传一下自己的实况直播，在 YouTube 还有 Twitch 基本上我是天天或是有时候休息一下，但基本上应该算是天天都会在开游戏的直播。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在我开播的时候来聊天室跟我聊天，跟我一起游玩。那我是小叶，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吧，拜拜，拜拜。